嗨，大家好，我是文国。就在7月13号啊，我终于如愿以偿的看到了心心念念的 NMIXX 演唱会。NMIXX 作为我耳机里面的常客，这次终于听到他们现场的演出，而且还是有乐队版本的编曲，真的是只有一个字哦，爽啊！今天是来分享我看完演唱会之后，觉得现场听起来最爽，也是我最喜欢的几首歌。演唱会和音源最大的差别就是那种终于置身现场，看着成员们走出荧幕和耳机，感受音响带来的震波，还有跟着全场的人一起嗨的那种感觉，真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影片内使用到的演唱会片段都是有经过同意，并从 Michael Ash 的影片截取的。我会把完整版的演唱会影片连结放在留言区和资讯栏，想重温正常的人可以去 Michael 的频道观看哦。各位帅哥美女们准备好了吗？大船要入港啦！随着一道低沉的汽笛声响起，6名成员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告诉着我们 NMIXX 来了。这首 NMIXX 的出道曲《Oh Oh》是一首非常有野心的作品，在刚发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度。歌名 Oh Oh 不是英文单字的缩写，而是在模拟人在惊讶时睁大眼睛的表情。其实就像我们会打的0.0一样，只不过张得更大。里面的歌词也将听这首歌的体验比喻成在看一部精彩的电影，告诉你准备好爆米花可乐，好戏要上场了。JYP 特地为 NMIXX 的音乐风格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Mix Pop。Mix Pop 的特色是将2种或2种以上不同的音乐流派拼贴在同一首歌中，创造出强烈的反差感。Oh Oh 的第1段和第3段用的是一种叫做 Ballet Funk 的曲风，这个曲风源自于80年代的巴西贫民窟，特色是充满律动感和打击感的电子乐，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重低音，整体的节奏也偏快。没想到在歌曲进入中段，随着一声 NMIXX，MV 画面从灰暗的街头废墟一下子转换成充满着鲜花、色调也比较温暖的梦幻乌托邦，曲风也摇身一变成为了 Teen Pop Rock。这个的听感就和刚刚的 Ballet Funk 有着很大的区别了。前者是贫民窟里酝酿出来的音乐，充满了愤怒和冲撞阶级制度的狠劲；后者则是围绕着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包括了校园、爱情、人际关系等等，所以自然听起来很美好、很青涩。虽然有点叛逆，但至少不像贫民窟里的犯罪生活。Teen Pop Rock 的节奏也会相对稍慢一点，我们常听到的乐器也出现了，包括电吉他、爵士鼓、贝斯。不过就在 Lily 的高音之后，曲风又被拉回了 Ballet Funk， 这也是前面说到让这首歌讨论度很高的原因。因为这首歌当初的评价蛮两极的啦，有不少人嫌听起来很吵，听起来很怪。这一来一往的曲风切换，确实给人很强烈的听觉冲击啊。不过喜欢的人就会超爱。我超爱，我觉得第2次切换曲风的这一 part 是整首歌的精华，给你的感觉就像是安全车下场之后，车手们就踩下油门，再度加速的那种感觉。演唱会版本的编曲因为有乐团的关系，电子乐的成分有被稍微减少，除了变得更摇滚之外，中间 pop rock 的段落还多了萨克斯风，听起来更俏皮了。如果说 Easy 的战歌是 Less Than Normal 的话，那 NMIXX 的战歌绝对就是这首 Phoenix。这首歌的开头先是营造了一种苍凉的末日氛围，像是烈火燃烧过后被一层厚厚的灰烬覆盖着的世界。不过凤凰就是得先遇过火才能重生，即使坠落过，但凭借着自身的强大意志，复活后的不死鸟仍旧可以振翅高飞，拨云见日。Phoenix 就是利用了节奏层层堆叠，完美的呼应了凤凰浴火重生后的过程。成员们明亮又充满爆发力的声线和背景那低沉却充满史诗感的节拍相互衬应，你可以很明显的在歌曲里面听到一声声的呼，我超喜欢这个的，让整首歌又增添了不少的力量感。虽然说应援没有强迫一定要喊，不过如果你可以把几首歌的应援练起来的话，绝对是加分的。有喊真的有差啊！喊应援可以让你更快的进入演唱会的状况，偶像们绝对也可以感受到你的热情，尤其是当全场一起喊的时候，那种气氛就全对了。这首《Run for Roses》中的玫瑰被比喻成梦想与目标，而玫瑰总是带刺。歌曲象征的就是在通往梦想的路上，即使会被荆棘刺的全身都是伤，但我还是不会放弃的决心。同时，这首歌也强调了同伴的重要性，人和人之间的陪伴也是我们能在梦想的道路上继续撑下去的力量。在演唱会上面 ，Lily 也和恩神们说了：“我们一起出发吧。”这首歌使用到的乐器也很有趣，在这种破釜沉舟的气氛下，居然听得到乡村乐在使用的小提琴。小提琴的音色在增加听感的同时，也适当缓和了这首歌的气氛，让这首歌就像是一场游戏中的冒险，有需要咬牙坚持的困难战斗，也有和伙伴们在篝火旁休息、唱歌、跳舞的画面。既然都说到应援了，那就不得不提最有名、最出现的 Zigzag 了吧。在这次演唱会之前，我就已经期待很久了。这次终于亲身体验到大家喊的 Zigzag， 我只能说非常的震撼。Dash 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
他把两种曲风 mix 得非常完美，可以说是无缝接轨哦。歌曲的主体架构是 boom bap， 特色是非常明显又沉重的鼓点，并且常会使用钢琴、贝斯的音色穿插在其中，让歌曲听起来有强烈的律动感。再透过 flow 的编排，让歌手的歌词咬字得以在旋律中弹跳。第二个部分就是唱到 NMIXX Change Up 的时候，这时会切换成朋克曲风，电吉他开始弹奏一阵一阵嗡嗡嗡的轰头声音，就像筑起了一座很厚的墙壁，试图把人关注。不过这时的鼓点会开始加速到极点的时候，一切突然停止了下来，紧接而来的 Dash 直接把墙壁狠狠撞破一个大洞，这也是我觉得整首歌最爽的 part。接下来要开始夜店三部曲喽。NMIXX 从出道开始就可以说是为了要攻占拉丁音乐市场所准备的，从 OO 的南美音乐曲风、专辑的名称到这首 Rico 都表明了 JYP 的野心。那讲西班牙语的人向来都比较热情嘛，所以如果想要征服他们的耳朵，那必须得入境随俗。这首歌的歌名 Rico 在西班牙语中是美味、赞、爽啊的意思。整首歌在充满了浓厚拉丁风格的同时，还拥有3种语言的歌词。这种是这首歌一开始非常的低调，根本在扮猪吃老虎。一开始听的时候像是一首专注于重低音的电子乐舞曲。直到歌曲的中段 ，Q 进唱到 Feliz Navidad 的时候，插入一段很华丽的拉丁钢琴 solo， 这是一种叫做 Montuno 的演奏方式。这时的钢琴负责就不是气氛的塑造了，而是担任打击乐的角色。表演者会把每个音都敲得很短、很紧凑，而且大多数的音都会偏高，把低音留给贝斯，两者之间的音色就会交织在一起，让人听了就会想要随着节拍摆动。现场版这一段则是交给了 Jason 利用萨克斯风演奏，非常的爽，非常的好听。接下来是夜店三部曲的第2部 Boom。顾名思义，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要把挡在前方的所有障碍和偏见全部炸掉。Boom 采用了非常街头的 Dark Trap 曲风，歌曲从头到尾都铺垫着重到不行的808 Bass， 背景还穿插着警笛声和各种机械故障的电子音效。几乎整首歌的演唱方式也是用饶舌呈现的。不过这首歌只是想要向世人展示 NMIXX 的态度而已，并不是真的要犯罪。所以制作人为了让这首歌听起来不要那么危险，特地在歌曲中插入了一段由黑旺和 Lily 演唱的 R&B 段落。成员们丰富的和声也淡化了 Trap 歌曲那种黑暗的氛围。夜店三部曲的最后一首是由 Lily 作词，也是 NMIXX 第一首全英文的歌曲 Reality Hurts。这首歌汲取了 Jersey Club 工业流行这2种曲风的元素，除了可以听到非常重的低音之外，Jersey Club 标志性的连音大鼓也没有少。虽然说低沉的电子乐不断的在刺激听众的耳朵，但是成员们的声音也没有被这些低音吃掉，反而因为机械化的伴奏而听起来更明显的。这首歌的现场不止炸，也非常的好看，就像是在看一场时尚走秀一样。对于这首歌，我只有2个字可以说：高级。我永远忘记不了我第一次听到 High Horse 的时候，那是在我朋友买来的2手德利卡上面。我坐在副驾，我们用着他从淘宝买来自己土炮改装的蓝牙喇叭放歌。就在车子行进到一半时，喇叭里传出了一阵带着杂讯的钢琴声。因为那颗喇叭很破的关系嘛，前奏的底噪就让我以为是他的喇叭快要坏掉了。没想到这时候突然炸出一段由爵士鼓演奏的段落，我直接哦。就在我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音乐又突然切回了充满空灵感的钢琴段落。哇！我马上叫我朋友停车，2个人直接在路边严肃感受这首歌。这个钢琴和鼓点之间的切换也是这首歌最精彩的地方。制作人在编曲上刻意以2小节为单位，利用这种远和近、冷和暖之间的切换，创造了极大的听觉落差。而这个落差也呼应了这首歌的歌名，还有其想表达的概念。High Horse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带有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意思。这首歌描绘的主角长期身处在一个高压又充满着竞争的环境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维持完美又难以亲近的形象。不过内心深处的自己其实是充满着热情的，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的冷漠，所以每天都要假装自己一切完美的主角，觉得非常的疲倦，甚至开始对此有点感到厌烦了。High Horse 的舞台也很有特色，大荧幕会变成黑白的，成员们的舞蹈动作也会随着钢琴和鼓点切换不同的力道，是一首好听又好看的歌曲，超级推荐。如果问我最期待听到现场的是哪一首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你 Spinning on It。它的编曲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尤其是歌曲开头到每次副歌前都会出现的那串鼓点。每次用耳机听歌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Tom 敲进我脑门里的那个感觉。
另外，歌曲里的人声也非常有层次感，和声充满了细节。演唱会上因为鼓声比较开阔，没有那么集中的关系，加上有萨克斯风的调味，让现场的版本听起来比较柔和一点。不过因为有应援的关系，整体的体验还是很棒的，强烈建议要学一下 Spinning on It 的应援，很好学，现场喊起来真的很爽。Spinning on It 讲的是一对情侣之间难分难舍的关系，对方在自己的生命里既是英雄也是反派。说恨对方吗？好像也没那么狠心。说爱对方吗？彼此之间的感情好像也没那么强烈了。这段感情充满着摩擦，却又无法分离，两人就像两颗粘在一起的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歌名也呼应了这段旋转不定的关系。NMIXX 在今年初也登上了 The First Take 的频道，分别演唱了 Spinning on It 和 Oh Oh 这两首歌曲。在这个版本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成员们的声线、气息变化和现场的实力。喜欢这两首歌的人千万不要错过。作为 NMIXX 首张正规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相信 Blue Valentine 是许多人的入坑歌曲。虽然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活力阳光，但实际上我觉得是一首偏难过的歌曲。如果说 Spinning on It 代表的是吵架中但还是觉得可以磨合并接受对方的情侣的话， Blue Valentine 就是这对情侣最后分手的结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不一定是在感情上面哦，就是你在某件事物上面卡关了，心灰意冷的你原本打算放弃，但是因为一些小小的线索，让你觉得事情还有转机，还有机会。这时你的心跳突然加速，内心燃起了一股冲劲，想要冲出去力挽狂澜。我觉得这种回光返照的情绪，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境。主角眼睁睁的看着和伴侣之间的感情慢慢变淡，于是试图在破碎的日常里找回曾经的火花和心动。歌曲在2次进入副歌之前的节奏都会瞬间放慢，先是让听众感受到一股失重感，接着开始慢慢加速，最后在副歌时把情绪一次爆发出来。进入副歌之后的大鼓节拍也会变得更密集、更连续，就像是急促的心跳声。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纯伴奏版本的 Blue Valentine 来听。只听伴奏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是有点诡异、空虚的。这个逐渐加速的段落，具象化了主角害怕失去对方时内心的恐慌、焦虑感，同时也包含了那种想要拼命点燃火花的情绪。虽然主角用尽一切力量燃烧自己，只会打动对方。但很可惜的是，结局是注定的，对方已经是燃烧过后的余烬了，只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越变越冷而已。即使这份爱不再温暖，我仍会试着让心中的火焰继续燃烧，因为这就是我纪念你的方式。不过现场看到莉莉冲出来的时候，谁还管你红橙黄绿蓝靛紫？我的 Valentine 就在这里啊！接下来这首 Know About Me 则展现出了 NMIXX 高冷的那一面。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 MV 时，想法就是这个舞非常的好看。整首歌用的是 Trap 为基底的曲风，在相对内敛的伴奏下 ，NMIXX 玩起和声的厉害之处就非常的明显。虽然 Know About Me 用的是说唱的方式，饶舌的成分多了不少，不过几乎每一句歌词的结尾都有随口随到的和声接住句尾，并游刃有余的传到下一句。这么做除了让这首歌在说和唱之间无缝接轨之外，也让这首歌带来一种若即若离的神秘感。现场版加入了 Jason 的萨克斯风之后，也让这首歌多了一股慵懒的感觉。在讲接下来这首歌之前，大家可以先在脑袋里想一下弹弓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得先出力把弓弦拉紧，接着靠这股力把弹弓上面石头射出去，对吧？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 Slingshot 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这首歌怎么听起来这么的卡，就好像是走路的时候一直踩空一样。这个就跟歌曲中下鼓点时的节拍有很大的关系了。在我们常听到的音乐里面，节奏通常都是4/4拍，大鼓通常会出现在1/3拍，而小鼓会落在2/4拍。这个跟现代音乐的发展有关系，不过讲下去的话会讲不完。只要知道大多数的歌曲节拍都是这个模式，噔哧大哧噔哧大哧。不过 Slingshot 这首歌把小鼓的位置拉到了第3拍，但作为基准的第1拍的大鼓是有出现的，所以很多第一次听的人会下意识的认为第2拍一定会有鼓点来接住你。结果你要跟着点头的时候，发现这里怎么空空的啊？怎么会出现在那边？就会有这种落空摔一跤的感觉。不过这个就是制作人想要玩的感觉，他特地把第2拍的鼓点抽掉，让第1拍和第3拍之间形成一段巨大的空白，就是为了让第3拍下去的时候特别有力道，就像弹弓，先拉紧后一次释放能量。不过对节奏比较敏锐的人呢，应该很快就可以去适应这个特别的拍子，因为节拍其实是相对的，一旦你重复听的次数变多了，大脑就会去自动适应这个规律。当大脑习惯了之后，这种刺激的彩虹感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第一次听 Slingshot 那种被节拍绊倒的感觉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种被摔的感觉的话，这边可以延伸聆听一首 NCT 的 The Seventh Sense。脑袋快炸掉了吗？没关系，我们赶快回来等时打字的世界吧。我在看了 Love Me Like This 的现场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气氛也太好了吧。我觉得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的旋律都不是靠乐器演奏的，而是人声。
仔细听的话，会发现背景乐器几乎都只是负责敲击节拍，担任推进歌曲的角色而已。整首歌的旋律变化都是靠成员们的声线一层一层堆叠出来的。现场版本只是多了萨克斯风和钢琴的编排，让这首歌多了更多的律动感。再配上恩森们的应援声，更是让这首歌又嗨了好几倍。时间回到2024年的8月，就在其他人都在比谁的歌更适合夏天、更适合派对的时候 ，JYP 逆向操作，给了 NMIXX 一首从妆容、造型到 MV 都充满着黑暗气息的饶舌歌作为专辑的主打，就是这首 See That。韩文歌名则是 Beer Beer Beer， 韩文中的 Beer 指的是星星 ，Beer Beer 则是各式各样的意思。原本分开时不起眼，甚至有点怪怪的星星聚集到了一起，就变成了黑暗中最醒目的存在。意思就是在告诉之前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看到了吗？怪胎在一起，强大的这种感觉。歌词和 MV 中的舞蹈布景也在不断的明示听众，我们就是星星的这件事情。这一首的曲风切换就和 NMIXX 以往的歌曲不太一样了。其他的歌曲在中途切换曲风的时候，通常是不用喊 change up， 大家也都听得出来。但是 See That 是就算喊了也不一定听得出来。网络上的资料都显示，这首歌除了是嘻哈曲风之外，还混合了乡村曲风，但是乡村的成分真的非常少，也非常的短，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首纯饶舌来听。这首 Heavy Serenade 是 NMIXX 在今年5月发行的新专辑的主打歌。Serenade 指的是那种在夏日的夜里，弹着吉他或是简单的乐器，在恋人的窗户下面唱给对方听的小情歌，因此被称为小夜曲。不过就在 Serenade 前面冠上了 Heavy 之后，这首歌就被赋予了2种不同的意义。Heavy Serenade 的曲风融合了 Drum and Bass 的碎拍鼓点和 Trance 的迷幻严肃。歌曲中原本层层堆叠的旋律和充满爆发力的人声，会在一个段落瞬间全部收掉。原本铺在底层的鼓点和低音也会全部消失，只剩下合成器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留下的回音。这种感觉就像是瞬间失去了重力，时间也跟着放慢了，身边的事物都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就在你觉得自己飞到最高点的时候，鼓点又开始加速，随着大鼓重重落下，所有的声音又在同一刻爆发出来。这种不断铺陈，让情绪逐渐高昂，接着一次释放出来的手法，就是 Trance 的特色。一开始情窦初开、没有压力的小情小爱固然浪漫，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份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而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的爱情，我们最后承不承受得住呢？这一份爱不一定只局限在情侣之间而已，爱这件事情是相对的，它是一种能量，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流动，就像电流会从高电压流向低电压一样，没有人会永远陷在低谷，也不会有人一直都充满了能量。这个不断变换身份、互相给予对方动力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爱啊。这首歌也在安可时唱了第2次，当乐队老师在准备收尾时，这时候的情绪真是五味杂陈，感觉就好像在做梦一样。终于见到了想见的人，那天一切也都很完美，我玩得很开心。但是一想到美好时光就快结束了，大家心里那种舍不得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越强烈，大家喊安可的声音就越大。喊着喊着，又听到 Heavy Serenade 的前奏又响起来的时候，那个瞬间很难不掉眼泪，你们知道吗？而且安可版本虽然成员们都各跳各的，但是在经过大合唱、拍照，还有成员们的感言发表之后，这时候我觉得带给观众的感情是最真诚的。来啦，怎么可能会没有 dice？ 就跟吃饭一样，我最喜欢的都会留到最后。当你听到这个铁门声，代表整场演唱会最爽的一首歌就要来了。这首 dice 是 NMIXX 出道后第一次回归带来的歌曲，讲的是他们来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幻世界。虽然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但是 NMIXX 是没有在怕的。音乐就跟骰子一样，充满了随机性，但同时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才是最刺激的。整首歌在曲风的转变上也完美的呼应了歌名，曲风的转变就如同掷骰子的结果一样，无法预测。铁门推开后，首先听到的是一阵由铜管和弦乐组成的旋律，就让你以为这是一首复古爵士乐时，节奏突然变得很凶猛。怎么开始唱饶舌啦？紧接着随着一声 M Mix Change Up， 曲风又切换成了流行电音，最后在收韵和莉莉的高音下推向歌曲的高潮。至于dice的现场，我只有一个字想说。好啦，以上就是这次演唱会后我最喜欢的几首歌的介绍啦，感谢看到最后的你们啊，在这边就分享一下我这次抢票的故事吧。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上岸的啦，2天都倒地，1张票都没有抢到。我原本一直在安慰自己说，好啦，如果这就是看了2场 Twice 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那我也知道这样了，下次再看。
没想到突然杀出一颗8威台风，然后因为台风假的关系，礼拜六的场次只好延到礼拜一举办。这波操作也杀了很多看礼拜六的恩社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不是每个人礼拜一都有空啊，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住高雄，骑车就可以到，还要再订车票什么的。然后拓元也只给了2个选项，要么就是留到礼拜一看，要么就退票。听说退票还要再付200元手续费，是真的还假的啊？这个拓元也是又草率又没诚意，消息都爱讲不讲的啊。因为我大概10号晚上看到台风假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在官网蹲，看有没有机会。结果一直到12点多，官网还是显示无法购买的状态，我就继续直播，播完就跑去睡觉了。然后隔天早上醒来划睡的时候，看到有人发文说：“礼拜一票很多啊，赶快去买啊！”我直接从床上弹起来，严肃购入，然后最后才终于上岸。虽然看到现场很开心啊，但我还是要帮礼拜六的恩社说话。拓元柠檬熟了，熟得很彻底。光是把我关在抢票页面外面好几次就够我跟你拼了。这破网页还好意思一张票收200元。不过原本看礼拜六，但最后无法到场的恩社们不用担心啊，我会好好继承你们的意志，我保证我的应援跟欢呼声绝对可以一个人抵2个人份。最后说一下，我不是什么音乐专业人士啊，我只有学过几年爵士鼓，这些是我试着用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写出来的文案，所以如果哪边讲的不正确的话，欢迎指正。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哦，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身边还没有入坑 NMIX 的朋友们，下次演唱会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好，我是文国，拜啦。